吴王与伍子胥交恶，现令伍子胥出使齐国，会不会是夫差想利用齐王之手除掉伍子胥呢？伍子胥明知道此去有生命危险，为什么还将自己的一家大小全都送去了齐国？那就表明伍子胥认定齐王不会加害于他，而且还会收留他。我们要不要借这件事情做点文章啊？大人，有信件。没看我忙着呢吗？是范蠡大人的信。大王，伍子胥居然能从齐国回来，且回来后并未立即来见大王，这足以证明伯嚭的推断，伍子胥已存叛逆之心。你先不要妄下断言，一会儿相国来了，寡人会当面问清此事。启禀大王，武相国到。请。诺。大人请。大王，老臣出使齐国，特来复命。寡人听说昨日相国就回来了，真是寡人不请相国不到。大王恕罪，老夫一路上受了些风寒。盟约之事，齐王怎么说的？齐王表示完全支持我吴国，这是齐王的回复。昨日，寡人做了一梦，梦见4个人相背而依，须臾四散而走。又见殿下2人相对而立，北向人杀南向人。2位爱卿，替寡人想想，这是凶还是吉呀？恭喜大王！大王，此梦虽有以下欺上、臣犯欺君的意思，但臣以为这仍不妨是夺取霸主、平定天下的吉兆。吉兆啊！相国以为呢？大王，4人相背而行，是四散分离之象；北向人杀南向人，是以下犯上，臣是君。大王不知警醒，还自以为是，恐怕有杀身亡国之祸哟。你在咒骂寡人呐？臣是君，这个臣就是伯嚭，也是勾践。四方离散，是吴国，也是大王的家眷，这是何等凶险的征兆啊！边人使者，还敢妄谈陈弑君吗？大王，这个臣就是他伍子胥。是的，伍子胥是边人使者，但是被边者是用最残忍的手段杀害了伍子胥的父兄。伍子胥有世上最深重的恨，所以才有最凶残的报复。如今勾践就是当年的伍子胥，他在吴国为奴的每一刻都在寄居着鞭尸之恨。
现在这个欲复仇者正在磨刀霍霍，而大王你还坐在自己的坟墓旁边寻欢作乐。子虚遗憾啊，遗憾的是没有亲眼看到勾践被消灭。子虚后悔啊，后悔当初立你夫差为王，没想到你是如此的昏聩。你把家小全都送往齐国去了是吧？还更名换姓，你与齐国狼狈为奸，早就背叛了寡人，背叛了吴国，寡人才看错了你。伍子胥是把家小送往了齐国，可为什么要让我的家小像我一样死在这个注定要灭亡的国家呢？老贼，你这是在找死啊！父王，寡人杀了你！不可！父王，相国，你快回府吧。父王，相国真人真语，说话难听，可毕竟对您是忠诚的。相国与您吵过多少次，哪次不是吵了又好，好了又吵？父王，您先消消气，等您冷静下来再处置相国不迟。寡人现在冷静得很。这老贼骂娘，寡人都可容他。他把家小送走，这是确切无疑的不忠。他是在逼着寡人杀他。父王不可！你起来吧。父王，滚！太子殿下，来呀，扶太子殿下下去。相国，您在为谁吊丧？我为吴国吊丧，我为吴国哭，我为先王哭，我为自己哭。像我一生可谓坎坷不平，借今日这机会，我给你讲讲自己的故事。我伍子胥，名媛，楚国人士。我父伍奢是楚国大夫，楚平王听信谗言，将我父杀害，我兄子尚也同时被害。子胥不甘俯首就擒而出逃，惶惶如丧家之犬，一路被人追杀。在韶关时，子胥觉得一夜之间满头青丝变成了白发。在跨入吴国脱离险境时，子胥不禁
抽剑长歌，剑光灿灿兮出清风，仰天长歌兮震长空，缘兮缘兮托繁龙。相国的故事，世人皆知，公孙兄也早有了解。今日听您亲口讲起，依旧是动人心魄。你再听我说，吴国先王招贤纳士，知人善任，以仁义而闻名于诸侯。先王得知子虚智勇双全而被召见，先王问子虚治国安邦之策，子虚提出先立城廓，加强守备，广积粮而充实兵库的主张，深得先王的器重而委以重任。先王不仅启用了子虚，还用了白喜、孙武，终于灭了楚国。此时楚平王已死，子虚为了报杀父之仇，掘平王墓，鞭尸300，并挖其墓。有人责骂子虚做得过头，子虚慨然答：日暮路远，道行而逆施之于道也。在子虚的力争下，公子夫差登基为王，可登基后却远离君子而进小人，任伯嚭为太宰，并言听计从。子虚屡谏不从，反被诬有夺权忤逆之心。一片众心，却落得如此结果，这是多么可悲的一生，多么令人叹息的一生啊！有多么无奈的一生啊！请向我赶紧离开吴国吧！你让我上哪儿啊？楚国已经不是我的家乡了，天下之大，没有我伍子胥的容身之地了。大人，在下以命护着你去齐国。都道世态炎凉，这个时候你还敢和我在一起，老夫已经深感欣慰了。大人，快走吧。你看，你真的惹起老夫的伤感来了。老夫再也不走了，老了，走不动了。大人，你何苦啊？伯嚭，臣在。将此剑送给相国。大王，寡人说的不够清楚吗？清楚，清楚。
属漏剑，好，好剑呐！剥皮，你很得意吧？大人，早知今日。当初的啊，今日，当初，老夫就给你讲讲当初。当初，老夫与孙武辅佐大王，打败了不可一世的楚国。归国后，我将功劳全都让给孙武，孙武不接受，并且辞去了大将军的职务，隐退山林，写他那一直想写的兵书。我问他：“你有这样惊天的能力，为何不和老夫一起辅佐大王，完成霸业呢？”他说：“霸业是有限的，我要把兵书传于万世，那才是无限的。和这样的能臣在一起，老夫的心里就像大海一样，什么事情完不成？”而你，剥皮，你的当初不过是个蝇营狗苟的小人，你是靠着钻营和拍马做到了今天的位置。你的当初、今天和将来只不过是老鼠的一生。我相信你会得到老鼠的幸福，老鼠的荣耀，但你归根结底仍然是个老鼠。我伍子胥当初立志要帮助吴国称霸，就是因为这个不切实际的志向，才使我能与老鼠共事到今天。历史将会记下这个黑暗的夜晚，千百年后，当人们说起忠臣，说起为君王而愚蠢去死的时候，必有我的名字。公孙兄，老夫又重托了。大人，请讲。老夫死后，你挖出老夫的两眼，挂于蛇门之上，让我亲眼看看勾践是怎么样率军杀进了姑苏，把我的尸体裹上鱼皮丢进大海，让我随着汹涌的潮汐回来看看吴国的灭亡。
天哪！西先王不立夫差为王，赖子虚力争，夫差放肆王位。原来大好的吴国就葬在伍子胥的口中。先王的在天之灵啊，你在哪儿啊？老臣伍子胥来了。相公，老相。范蠡大人，吴国出了大事了。什么大事啊？伍子胥死了。死了？唉，可惜呀。可惜，伍子胥他一再加害我国君臣，你也险些死在他手里。他死了是好事啊，啊，怎么还可惜呢？伍子胥于我越国而言是敌人，对吴国而言却是忠臣。伯嚭虽是我越国的朋友，但对于吴国而言，他却是罪人。忠臣惨死，罪人却能自在地活着，这种不公平的事情，怎么能一而再、再而三地上演呢？都是吴王无道，所以才造成黑白颠倒、中间不分呐。文中大人，你莫说吴王无道，是这世事无常啊。忠符合了内心的需求，却不得善终；奸虽然遭后世的唾骂，却能够享受现世的荣华。看来做事只能是凭着良心，不能期待有什么结果。文中大人，伍子胥的死对我触动很大，他让我知道了什么是现实。人生百年，兴亡之变不过是一瞬间的事情。我只知道伍子胥的死告诉了我们，天道要逆转了。天道是要逆转呐，不过我们得让夫差一点点的看到。哎，范蠡大人，我想问你一句，等越国报了大仇之后，你会怎么样？报了大
出之后，恐怕我会隐居山林吧。为什么？你就不想助越王兴霸业吗？人呐，做自己该做的事情，做完了呢，就趁早离开。随便说说，不要往心里去。文中大人，我想做一首童谣，让你命人秘密送往吴国，务必让姑苏城内的孩童1个月之内全部学会。快坐下。干什么去了？父王，孩儿刚才游后园，闻秋蝉鸣于高树，过去一看，望见秋蝉曲风长鸣，自为得所，却不知螳螂超枝圆条，叶幽耸聚，一点一点的靠近它，欲不蝉而食之。螳螂一心只对秋蝉，却不知黄雀徘回绿荫，欲啄螳螂。黄雀一心只对螳螂，却不知孩儿携弹持弓，欲弹黄雀。孩儿呢，一心就只对黄雀了，却不知旁有空坎，结果失足坠陷，为父王所笑了。你这叫做只顾眼前之利，忘却了后患，再愚笨不过的了。天下之愚笨，更有甚者。鲁国称周公之后，有孔子之教，不犯邻国，其无故谋犯鲁国，以为可以轻松获得鲁国，却不知我吴国行境内之事，保持千里而攻之。吴国大败其师后再败其师，国威空前强大，却不知越王将选死士，出三将之口，入五湖之中，屠我吴国，灭我吴公。天下之愚笨，莫过于此。这是伍子胥的唾语，寡人早就听厌了，你又捡起来了。听着，再多说一句，你就不是寡人的儿子。说，谁教你的？谁？没有谁，是孩儿的本意。唉，一代忠臣就这样去了。夫差在伍子胥死后，还去看了其尸首，对其尸首说：“寡人倒要看看你伍子胥死了以后，是不是还这么有能耐。”然后将其头颅悬挂在城门之上，将其尸体抛入江中。老百姓看了都很害怕，于是将其尸体打捞上来，埋于吴山了。现在吴国的相国是谁？剥皮。伯嚭，他倒如愿以偿了。夫差还打算封我越国为他的封地。大王，这是诏书。这个绝对不能要。是啊，没有伍子胥了，吴国也没这么可怕。
爱妃，近日寡人身为一手诋毁寡人的童谣而困扰啊。西施愿为大王抚琴解忧。好。大王，哎，大王，爱妃先稍后。童谣之事唱得如何？大王，那歌谣是小孩子们在唱。寡人当然知道是小孩子们在唱，但是谁教他们的？大王，抓了几个小孩子，他们说有一非遗童子，不知从何而来，教他们唱的，今也不知何往了。去，把所有唱此童谣的孩子都给寡人抓起来。诺。大王，都是些小孩子，抓他们有何用呢？是啊，几乎姑苏城的小孩子都会唱。其实啊，春至而万物喜，秋至而万物悲，这是天道啊。大王的悲喜与天同道，有何所虑呢？说的有道理，那此事就算了，啊，去吧去吧。公孙求，臣在。你的水师现在何处？回禀大王，臣所率水师3万人马已驻扎在韩城之内，进可以相助大王，退可以驰援都城。大军粮木充足，随时听候大王的命令。王孙洛，臣在。你留守都城，安排的如何？回禀大王，臣所率的2万兵马，1万已在都城内分兵驻守，1万则在都城外要隘安营扎寨，这样进可以攻，退可以守，可确保都城无碍。狗皮，微臣在。寡人交予你的兵马，你如何安排的？回禀大王，臣所率5万兵马，2万人驻扎在齐国边境之外，随时监视齐国大军的动向。3万兵马将随大王共赴黄池，壮我声威，震慑晋国。好。父王，父王，快快平身。你来何事？父王，请带儿臣去吧，儿臣要随父王一道去黄池。你的位置，寡人已经给你安排好了。你呀，就留守在都城，有王村洛大人辅佐你。你要好好听他的话呀。可是父王，都城不都已经交给王孙洛大人了吗？您可是答应过儿臣的，只要有机会，您就带儿臣去见见世面。太子殿下，世面固然重要，但是都城也同样重要。大王把这样的重担交给你，这是对你的信任，也是对你的考量。太子殿下不可不察呀。伯皮大人，既然镇守都城这么重要，那你为什么不跟王孙洛大人换个位置呢？我相信你要提出请求，我父王一定会恩准你的。这个，太子殿下，老臣扶持大王扶持惯了，就这样让大王去黄池，老臣实在是放心不下呀。我看你是对你那份功劳放心不下吧？好了好了好了，我说相国大人呐，我们的太子已经不是什么小娃娃了，能被你那3句2句话给蒙骗得了的。微臣不敢，微臣绝对不敢。事情就这么定下来了。你们都听好了，在寡人离开都城之后，朝中所有的事务
都由太子殿下和王尊洛大人主持，你们要好好的辅佐，不得有误。现在我们呀，要好好考虑一下越国的问题了。越国，大王，越国有什么问题？我们一切都安排就绪，但唯一的遗漏就是我们的大后方。如果越国人再犯以前的老毛病，从后面偷袭我们，我们可就一切功亏一篑了。寡人已经考虑好了，让越王勾践率大军随寡人一道出征，这样就可确保万无一失。高啊，大王真是……哎，行了行了，你呀，立刻给勾践发诏书，让他10日之内率大军随寡人一同出征。若10日之内不到的话，寡人就先灭了他。诺。我们越国又碰到麻烦了，吴国让我们越国去黄池给他助威。寡人想问问众爱卿，我们越国是该去啊，还是不该去？大王，臣以为时机已到，我们应该有所行动了。大王，老臣以为我们应该先按兵不动，不去参加所谓的黄池会盟，也许少则1旬，多则1个月，一切都可见分晓。到那时我们再决定怎么办也不迟。野庸大人，你忘了我们的灭国之耻了吗？这河山是越国的河山，这人民是越国的人民。大王，下令吧，军营的战士都在等待您的命令。哼，这叫以卵击石。你朱继营将军，你忘记我们的教训了吗？就连天子都不得不让他几分，我们这样的小国还敢触犯他，那不是找死吗？大王，叶雍的话误国误民误战机呀！大家都别说了，听大王的。都下去吧。诺。诺。